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塔克运势频道，我是 Rachel。现在的行动支付和发票载具会员条码真的非常多，每次都要打开不同的 App， 或者是你可能会需要放不同的小工具。那每次用的时候呢，都会手忙脚乱的。如果你希望可以跟我一样，只要长按 iPhone 动作按钮，或者是可以在桌面锁定画面一键就可以快速开启常用的行动支付与会员条码，那一定要把今天这支影片看到最后，我会详细教大家怎么设定。如果你想知道更多苹果教学或 3C 开箱，记得先订阅我们塔克女士频道哦。在今天影片开始之前，先跟大家介绍一个能保护 iPhone 与电脑等装置上网安全的方法，就是使用 Surfshark VPN。VPN 会在我们上网时建立一个加密通道，然后把用户的数据流量从设备传送到远端伺服器，再将流量转发到目的地。这样看起来流量就很像是从远端伺服器访问的，而不是用户的实际位置。因此 Surfshark VPN 不仅可以加密线上资料，也可以协助用户隐藏真正的 IP 位置，避免被广告商、网际网络服务供应商、骇客或是其他的潜在对象追踪，让我们的个人隐私和资料都能受到完整的保护哦。由于 Surfshark VPN 能让我们将 IP 跳转到其他国家嘛，所以在订房或购买线上服务时，就可以大幅减少价格歧视的问题。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因为网站和服务商会使用我们的位置和 cookies 来订定商品价格。那现在有了 VPN 就可以避免价格歧视的发生，省下更多费用。如果你也想要好好保护自己的网络安全和上网隐私，欢迎在影片下方资讯栏和置顶留言区点击塔克女子的 Surfshark VPN 专属链接 surfshark.com/TECHGIRLZ， 或是输入我的折扣码 TECHGIRLZ 就可以额外获得4个月的使用哦，赶快来试试吧。那接下来我们这支影片呢会分成2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如果你的 iPhone 呢是有动作按钮的机型，也就是 iPhone 15 Pro 和之后的新机型，那我会教你如何把不同的行动支付或会员条码整合起来，让你只要长按呢就可以呈现这个画面。这样呢，你可以自由的点选你想要的支付，比如说呢点选 Line Pay， 它就会跳转到 Line Pay。假如点选这个 7 的会员，它就会呈现这个会员的条码。那第2个部分，如果你的 iPhone 呢没有动作按钮，或者你只是想要像这样可以在桌面这边点一下行动支付就出现，或者是点一下会员条码就可以出现，以及呢在锁定画面这边一样长按就可以选择的话，那你可以直接参考第2个部分的做法，那一样会非常实用哦。首先教大家怎么制作 iPhone 动作按钮这种行动支付和会员条码的捷径。那我这边先简单讲一下，其实这里面的每一个支付呢都是单一个捷径脚本。那我是把这些捷径呢都放在同一个资料夹里面，然后才把动作按钮的动作呢设为开启这个资料夹。所以呢，我只要长按动作按钮，它就会自动打开这个资料夹，然后你就可以选用你想要的配了。因此呢，第一个步骤，我们先打开内建的这个捷径 App， 然后呢，你把它切换到最左边这个资料库的页面，然后按下左上角这个返回的按钮。那这边呢，它就会显示你目前有的档案夹，然后按下右上角这个加，我们来新增一个新的档案夹，然后呢，就把它命名为行动支付。在下面这边你可以选择你要的图示，然后打勾就可以储存了。好，建立好之后呢，我们就直接点进刚刚建立的这个行动支付的这个资料夹里面。好，这样第一步骤就完成喽。那现在我们就要来制作行动支付的捷径了。我已经把台湾用户比较常用到的各大行动支付的 URL scheme 放在影片下方资讯栏里面。点开之后，你就会看到各个行动支付的 URL scheme。那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是一个连结就好了。那如果你发现呢有一些行动支付你会用到，但是我没有提供的，你也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看我或是其他热心的网友能不能帮你提供哦。那假设呢，现在我要先制作一个 Line Pay 的行动支付。那首先呢，我们就先到影片下方资讯栏，你去找到这个 Line Pay 的 URL scheme， 然后你还可以选择要制作扫码的行动支付，或者是付款码的行动支付。那假设呢，我现在要制作的是 Line Pay 的这个付款码的捷径，那我就找到这个 Line Pay 的付款码，然后你就把这个 URL scheme 整串复制起来。现在呢，我们回到这个捷径的页面，然后这边我们刚刚已经建立好了一个新的资料夹嘛，所以这边呢点一下右上角的加。然后你在下方这个搜寻动作这边呢，输入打开 URL， 然后你选择这个打开 URL。现在呢，你点一下这个空白的这个 URL 的这个区域，然后呢点一下之后按一下贴上，这样呢它就可以把我们刚刚复制的 Line Pay 的 URL scheme 贴上去了。好，然后打勾。现在呢我们可以来测试一下，你可以点一下右下角的这个三角形，它就会进行测试。那首次使用的时候呢，它会问你是否要允许权限，那你只要按一下允许就好了，之后它就不会再问你。那这样确认是成功的，因为我刚刚点一下，它就会立刻帮我跳转到 Line Pay 的这个付款码的这个页面。那现在呢，我们按一下右上角的这个按钮，然后这边你可以选择重新命名和选择图像。那这边我就重新命名成 Line Pay。
然后呢，你再点一下这个按钮，我们一样选择图像，你就可以去选择你想要放的图示。好，这样我们就已经制作完成了一个 Line Pay 的捷径。那其他行动支付捷径制作方式也都是一样哦，也就是你先去找到你想要用的这个 URL Scheme， 然后再去新增一个捷径，然后你这边一样，这是在输入打开 URL。然后就把你刚刚复制的那个 URL Scheme 贴上去，然后再重新命名跟选择图示，这样就可以了。你制作完成之后呢，你就会在你这个行动支付的资料夹里面看到所有你放好的这个行动支付。另外这边也要提醒大家，目前并不是每个行动支付的 App 都有提供 URL Scheme， 像目前的这个中邮 Pay 就没有，但其实也没关系。因为我自己算是还蛮常会用到中邮 Pay 的，然后但是因为它没有 URL Scheme 嘛，但是我们还是可以把它加进来，但是它就会变成是单纯的打开这个 App。那打开之后呢，你就可能还要自己去切换，不过这是目前可以做到的比较方便的做法。那如果你有一些行动支付是像中邮 Pay 这样，它没有 URL Scheme 的话没关系，我们只要制作一个捷径就可以了。然后你就按一下右上角的这个加，然后这边呢我们就直接输入打开，找到打开 App 的这个选项。然后呢，点一下这个 App， 就把它选择中邮 Pay， 然后一样你去重新命名，并且呢选择你想要的这个图示。好，选择图示好之后呢，你就按一下返回键，这样就建立完成了。等于说呢，你全部建立好之后，这边就会所有你的行动支付都放在同一个资料夹里面。好，那除了行动支付之外呢，我们去超商啊，或是各大卖场，很常都会需要出示这种会员条码嘛。或者是你可能也会很常需要去存这个发票载具。那这边呢，我有一个小技巧让你可以像这样，只要长按动作按钮之后，点一下这个全家会员，它就会出示会员。或者是呢，点一下你这个发票载具，你就可以立刻显示这个你的发票载具的画面给店员扫描。那这个制作方法呢会比较特别，因为会员条码和载具呢是不会变的，所以呢我就以全家会员为例，我们打开了这个 App 之后呢，你就找到你想要存的这个条码，然后你就直接截图。然后呢，稍微裁剪一下，你就把它剪到剩下只有这个条码的画面，然后点选打勾，让它储存到照片里面。那发票载具的话也一样，你找到你这个发票载具的页面，直接截图裁剪好，然后打勾。现在呢，我们要做一个很关键的动作，就是打开照片 App， 然后你切换到选集这边，点进去相簿，然后在右上角这边呢按一下加，新增相簿。我们新增一个叫做会员的这个新的相簿，然后制作。点进去之后呢，你就把你刚刚所有截图的每一个会员载具都加进来，加了2个会员条码载具。好，现在呢，我们要开始制作捷径了，一样回到这个捷径的页面，然后呢，你一样是要在这个我们刚刚制作的这个行动支付的资料夹里面新增哦。然后你按一下右上角的加，然后在搜寻动作里面呢，这边输入寻找照片。加入了这个动作之后呢，你按一下加入过滤条件，然后相簿的部分是他问你说你要寻找的照片里面相簿是放在哪一个，所以你就是这边就点选择，然后把这个相簿呢改成刚刚我们制作的那个会员条码载具的相簿。等于说呢，它会从这个相簿里面去找符合你要的照片。然后下一个呢，我们再按一下这个加入过滤条件，然后把原本预设的相簿改成名称，所以它现在就有2个过滤条件，第一个是相簿是这个，第二个是名称呢要符合哪一个。那现在呢，我们就要去寻找这个名称。那现在呢，我找到这个全家的这个会员的截图之后，你往上滑，你这边会看到它这张照片的名称，它叫做 IMG 底线1717。每个人的名称可能会不太一样，那你记得就是这个 IMG 底线这个。然后你记下来之后，你就把这个名称输入到这里。好，这整组动作呢，就是在告诉系统说，当我执行这个捷径的时候，你要去帮我找到这个相簿里面的这一张照片。然后下一个动作是，它帮你找到还不够嘛，你要跳出来显示，所以你要加入了一个新的动作，叫做快速查看。好，把它加进来之后呢，这2个动作就是有连结的。那你这边可以测试一下，点一下，它就会显示这个会员条码，表示说你这个捷径是制作完成的。然后我们按一下顶端这个按钮，去重新命名和选择图像，全家会员条码。然后呢，这边一样是选择你要的图像。那这样呢，我们就已经完成制作了一个会员的条码。那大家呢，一样你可以按照一模一样的方法去截图，然后放到相簿里面，然后再去制作捷径，然后就把所有的会员的捷径都放在这里。那也可以测试它，点开它就会打开这个画面。那这个我测试过，给店员扫描是完全没有问题的。那全部制作好之后呢，你可能就会像我这样，它里面有非常多你自己比较常用到的一些行动支付啦，还有会员以及发票载具等等。那我们设定好之后呢，我们现在就要来改动作按钮的这个动作了。
因为我们希望长按它之后就会跳出这种画面嘛。所以呢，我们就直接打开设定 App， 然后点进这个动作按钮，然后呢，你就左右滑动，把它选择捷径的这个动作，然后按下下方这个选择捷径，然后在我的捷径这边呢，就会出现一个显示档案夹。然后你就选择你刚刚做好的这个行动支付的捷径。那设定好之后，你就可以像我这样，你只要长按这个动作按钮，它就会跳出所有的支付，还有你的这个会员。那这边要提醒大家，资料夹的方式呢，它最多只会显示前8个捷径。所以如果你做超过8个的话，它就只会显示前8个。那你如果想要更改排序的话，你就是直接按住，然后去移动它就好。它这边会是1、2、3、4、5、6、7、8的排序。那我自己觉得这个动作按钮的结合行动支付的这个功能呢，非常方便，因为你只要长按之后呢，点一下它就会可以立刻跳转到你要的这个行动支付，完全就不用再找来找去。那这边呢也教大家一个小技巧，就是如果你点开之后，你发现你是误按，或是你没有要用，你只要往上滑，它就会消失了。那如果你的 iPhone 呢没有动作按钮，或者是你想要在锁定画面桌面一键启动这种行动支付捷径或是会员条码的话，那其实呢也很简单，你只要先在影片下方资讯栏找到我放的这个行动支付捷径的下载链接，然后你直接点进链接里面，然后按一下这个取得捷径，然后选择加入捷径，你就把它加进来。接着呢，你就打开你内建的这个捷径 App， 你就会在这边看到一个全新的行动支付捷径了。那因为呢，我是把所有大家会比较常用的行动支付都放在里面，但你可能有一些根本就不会用到。那我们这边就先来做一个删除的动作，你就点进去这个行动支付捷径右上角的这个3个点，然后呢，这里面就有出现了预设很多的一些行动支付了。那你就可以把一些你不会用到的直接按左边的减，然后直接把整个动作删掉。比如说呢，我可能不用到玉山 Wallet， 我就把它按一下减，然后按一下删除，然后选择删除动作。你这边就去一一把所有你用不到的都删掉，只保留你会用到的。除此之外，你也可以自由的去更改这个选单的名称，因为像我这些都是依序去命名的，那你可以自己把它改成你想要的名称，或是加上其他的 emoji 都可以。然后记得是要直接在上方这个选单改就好，尽量不要动到下方这些东西。好，那像我都已经先筛选出自包了我会用到的一些行动支付。那完成之后呢，你就按一下左上角这个返回，然后你点一下捷径，它就会跳出你目前保留的所有行动支付，然后点一下，它就会立刻跳转到这个功能。比如说这个就是 Line Pay 的扫码，或者是台湾 Pay 的付款码。第一次使用的时候，它会跳出视窗问你允不允许，那你只要点一次之后，它就不会再问了。好，这边测试完成之后呢，现在呢我们就可以选择把这个行动支付的捷径呢放在 iPhone 桌面或者是锁定画面上面。像我是放在锁定画面的这里，我一样只要点一下就可以显示。那我们要怎么放在桌面呢？你一样很简单，我们只要长按桌面，点一下左上角的编辑，然后按一下加入小工具，接着你就往下滑找到捷径。然后你可以左右选择你想要放的这个捷径的大小，比如说有单一个啦或2个，那我是习惯放2个，因为除了行动支付之外，我还有制作一个是会员条码的捷径。那这个等一下再教大家怎么做。好，那假设呢，如果你可能只是想要行动支付的话，你就加进来之后，你可以长按它，点选编辑小工具，然后你可以把自由更改你想要显示哪一个捷径。那这样之后呢，你只要在桌面点一下这个捷径，它就会显示这些让你选择，然后你再点一下你想要的，它就会立刻跳转到这个行动支付的画面。那除了桌面之外呢，如果你也想要像我一样，可以直接在这个锁定画面取用这个行动支付的话，那一样你就回到这个锁定画面，然后长按它，点一下自定。然后呢，你其实这边有2个地方可以设定，你可以设定放在这个小工具的位置，或者是放在底部的这2个快捷功能。那你想要放在这个快捷功能，你就先把原本的按一下减删除，然后这边你就选择捷径，按一下执行捷径，然后选择你刚刚制作的这个行动支付，这样就可以了。这样你只要长按它，就会跳出这个行动支付的画面。或者你也可以像我一样，把它放在锁定画面的这个小工具上面，一样是长按它，然后点选自定。那这边假设你原本有一些放的嘛，你就要先把它删掉。然后呢，往下滑，找到捷径，加上去。加上去之后，你再点一下这个上面这个捷径，你就可以把它选择行动支付这个捷径。最后呢，你按一下完成之后，只要在锁定画面上面点一下它，就可以跳出这个画面。那现在我们已经知道怎么在桌面和锁定画面放上这个行动支付的捷径嘛。
那除了这个行动支付之外呢，现在有教大家怎么制作这种会员条码，就是你一点开之后呢，它就会显示你要发票载具啊，或是其他的会员。那你就可以直接跳出这个画面，然后直接给店员扫描，非常方便。那这个制作方法呢，我前面在第一个部分的第3个步骤讲过了，不过它会稍微有一点点不一样，因为我们是点选之后，它会跳出这个选项让你选择，所以这边呢，我就直接再全部重讲一次。那首先呢，我们就打开你想要制作会员条码的那个会员的 App， 比如说像是 Seven 的 Open Point， 你想要制作这个 Seven 的会员条码，那我们就打开这个画面之后呢，截图。然后你就稍微裁剪一下，让它只保留会员条码的一些部分。然后呢，你按一下这个打勾，把它储存到照片。其他像是统一发票啦，你一样是点进去之后，找到你的这个条码，然后截图裁剪，然后一样都是把它储存到那个内建的照片 App 里面。好，储存好之后呢，当你把所有的会员条码呢都截图之后，我们就打开这个内建的这个相簿的 App， 然后你切换到选集，点进去相簿。然后按一下右上角的这个加，我们来新增一个新的相簿。那这边呢，你就可以打会员条码载具。那因为刚刚前面已经制作过很多了，所以我在那边重新命名一个新的。然后你就按下制作，然后点进去这个会员条码载具之后呢，你按一下加，你就把刚刚你截图的那些会员条码载具呢，全部都加进来。那这边也要提醒大家，就是你加进来这个相簿之后呢，你还是不能在图库里面把它删掉，因为你删掉之后，相簿那张照片也会不见，所以你就让它一直保留就好了，记得不要删掉它。那我们将所有的会员条码载具都加到这个相簿里面之后呢，我们现在来制作捷径。你打开这个内建的捷径 App， 然后按一下右上角的加。那现在呢，因为我们想要制作的概念是点一下这个捷径，它会跳出这个选单让你选嘛，所以这边步骤会有点不一样。我们这边先输入一个动作叫做选单，然后你选择第一个，从选单中选择，把这个动作加进来。那这边就看你有几个会员条码载具，像我是放 Seven 全家跟发票载具，所以一共是3个。那我这边就再新增一个，让它总共有3个选项。那我第一个就输入，比如说全家会员，第二个就输入 Seven 会员，第3个就输入发票载具。那你如果有其他更多的会员，你就自己依序去把它加进来就可以了。那现在呢，我们要来告诉捷径说，当我选择这个动作的时候，你要帮我执行什么动作。所以呢，因为我们刚刚已经建立了一个这个相簿嘛，那现在这边呢，我们要的动作就是寻找照片。你就找到这个寻找照片的动作，然后把它加进来。新增动作的时候，它预设会跑到最下面，那你就直接长按它。然后把它移到这个第一个全家会员里面，让它这个动作是在这个里面的。然后呢，你点一下这个加入过滤条件。那相簿的部分呢，因为我们刚刚是放在会员条码载具的这个相簿，然后你把它选择这个，然后你再按一下加入过滤条件。那因为呢，我现在这个整个动作的概念是，当我执行这个捷径的时候，当我选择全家会员这个选项的时候，你要帮我找到全家会员的那一张照片。所以呢，我们刚刚第一个过滤的是相簿嘛，那接下来要过滤的是名称，就是你要跟他说那张照片的名称是什么。那我现在就来找一下，它这个全家会员的截图名称是，你就往上滑，这边会出现一个 IMG 底线，然后是4个数字吧，或5个数字，然后你就把这个档案的名称记下来，然后你就输入到名称是后面的这个，等于说呢，这整个动作就是告诉他，当我执行全家会员的这个动作的时候，你要帮我找到这个照片。那找到照片还不够哦，因为你要跳出来显示嘛，所以你这边要打快速查看，然后呢，你再把这个出现这个快速查看的这个动作一样把它移到上面，让它这个互相连接起来，这就是一个完整的动作。那我们现在测试看看，按一下右下角的这个播放键，跳出全家会员，那它就会显示刚刚他帮我们抓到这张照片，这就是全家会员的条码嘛。那其他的 Seven 会员啊和发票载具都是一模一样的动作，就是你要先去新增一个寻找照片的这个动作，然后设定好相簿的名称还有名称，让它找到正确的那张图片。然后接下来呢，你要再新增一个快速查看的这个动作，就是依序的新增啊。那如果新增好之后呢，大概应该会像我这样子，它是有比如说3个，然后每一个里面都各自有一样的2个动作，只是差在这个名称不一样。接着呢，在最上面这里，你可以在这边设定一下名称。如果没有设定的话，那你播放之后，它就会问你是哪一个。那你这边就可以自由输入你想要看到的文字，然后测试看看，它就会显示会员或载具。这边大家都可以依照自己的想法去设定。那设定好之后，你可以测试看看它是否可以正常运作。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按照一模一样的方式，把这个会员的条码放在桌面啊，或者放在锁定画面上面都可以。像我放在桌面也是一次放2个。那这个的放法呢也很简单，你就长按桌面，好，按一下加入小工具，往下滑找到捷径，2个的这种捷径，
好，把它加进来，然后你再点一下这个捷径的部分，然后它预设所有捷径嘛，它就会显示所有最新的前面2个，但是我们要制定，所以我们点选制定，然后选择第1个呢，我就放行动支付；第2个我就放会员条码。好，因为制作完成了，你只要在桌面点一下就可以选择，或者是点选这个条码也可以选择哦。不过如果你没有想要像我一样分成2个的话，你也可以其实都把它全部整合在同一个行动支付的捷径里面啊。只是你就是把会员条码这个动作呢，是把它放到行动支付这里面，是一样的意思，就看大家自己想要怎么设定都可以咯。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这一次介绍的行动支付和会员条码的捷径操作了。不管你是想要把它放在这个动作按钮啦，或者是想要放在桌面以及这个手机画面都可以哦，大家都可以依照自己的偏好去设定。那如果你有其他的疑问呢，也都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跟我分享。那我有时间的话都会回应，或者是看有没有其他很神的网友可以帮你回应。好，最后如果你想要知道更多3C 开箱或苹果使用技巧，别忘了追踪我订阅我们塔克运势频道哦，拜拜。